Hello， 大家好，我是 You， 今天來攻略亞維的窮途末之路系列第5關洗白逃脫。本次就以達成困難精英為前提來攻略。一開始要故意被 FIB 逮捕，為了省時間，拿完駭入裝置立刻跑去碰瓷 FIB， 就能立刻被抓起來，省下不少時間。額外獎勵條件：完成精英挑戰，普通難度額外獎勵5萬元，困難難度額外獎勵10萬元，會直接包含在過關獎勵。這關額外獎勵相當不錯，等於尾關分紅52萬5，直接加1/5變成62萬5，非常值得完成。精英挑戰有以下條件，看起來簡單，但其實真要達成還蠻難的。最難的是35爆頭數。因為這一關敵人差不多也就35人左右，如果你要靠敵人增援，就要花時間等人來，過關可能就會超過10分鐘，可說是互相衝突的條件。話說這位老兄是不是太沉不住氣了？等這個探員走掉之後，就可以想辦法逃走了。走到角落的櫃子，可以找到一本緊急應變手冊。這本手冊內容雖然很多，但真正重要的是看這個鎖頭連線的顏色，每次都不一樣。這一次是黃色，你也能看出其他顏色的後果。這一次紅色是電擊，藍色是響警報。看完手冊再去拿桌上的筆，就能去開鎖了。剛出來沒有武器，不過背後揍人還是能秒殺。你可以大跑步過去，蹲下揍人。第二個先跳過。第三個守着你的武器包，一樣給他背後一拳。雖然小地圖跑步聲看起來很響，但這些人完全聽不到跑步聲。你可以盡情的跑，回收武器之後再回頭把第二個爆頭。接下來也都是用滅音槍爆頭，多湊一點爆頭數。雖然這邊潛行很簡單，但建議殺幾個之後就改用沒滅音的槍，故意引發警報，好讓 FIB 多支援一些頭，早點引發警報，他們才有時間過來。不過太早引發可能會被圍毆，大家可以自己拿捏引發時間。這個綠點需要玩小遊戲，把每個區塊的線路連通即可過關。這邊沒失敗就能達成精英挑戰的零入侵失敗。完成小遊戲後，可以直接往藍點跑，但是為了達成35個爆頭，先在這多打幾個頭。不過這裡 FIB 增援很慢，額外打個4顆頭，見好就收，別花太多時間等。一路跑上頂層，要出門走到這裡找掩蔽，背後才會有探員過來。如果你歸在樓梯口，就不會有人來，會少打1-2顆頭。不過要小心被打掛，該吃補血護甲就吃。天台也會有人開槍，但要爆天台敵人的頭有點太難了，不用太勉強。其他每顆頭都很珍貴，寧願打慢一點也要爆掉每顆頭。背後的樓梯隔一段時間會來人，但最好是別等太久。太浪費時間了，眼前清光就該走了。上了天台，直升機會噴一個駕駛出來。原本他應該是亞維派來接你的，很遺憾找不到方法救他。沒辦法，把看到的人全爆頭，再去開直升機，也算是幫他報仇了。My location now. I've got a stack of cash here with your name on it.
上直升機一定要往東北的小藍人飛，往其他方向都是出界，連天空都能畫邊界，夠狠。飛一飛就會被導彈打下來，導彈是一定躲不掉的，就不用再掙扎了。If you're alive, you need to get to those coordinates. Find a boat, a sea shark, anything. Just lose the fence. 當你醒來之後，時間若是才過5分多鐘的話，就相當有機會精英。如果已經超過7分鐘的話，最好還是放棄重來。這邊敵人非常多，而且空間廣，障礙物多。說真的，打起來很麻煩，敵人會龜縮在各種掩體後面。可以視情況炸掉幾台車，減少敵人的掩蔽物。如果你每顆頭都沒放過的話，這關總計應該可以爆接近40顆頭。在這邊放掉1-2個人，其實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感覺失誤太多，錯失合計超過5顆頭的話，可能重來會比較好。當然，直升機跟快艇不列入計算。這些載具不僅不好打頭，硬打也很看運氣，最好別浪費時間，直接炸掉就好。如果你有算爆幾顆頭，也可以在確定達成35爆頭數就直接騎小海鯊閃人了。最後還要甩掉警星才行，不會很困難，通常到目的地之前就會消星了。這裡有個問題是計時的標準很詭異，看不出來哪裡計時開始，哪裡計時結束，多半過場動畫跟讀取都算進去了，不然不該停在這個詭異的地方。這一場 U 實際過關時間應該更快才對。總之，大家在拼精英時要把這個誤差計算進去，畢竟裁判求證都是 R 星的人，他說你幾分過關就是幾分過關。Trust me, they'll be coming for you. Delete your Snapmatic, change your name, go off the grid. I did, and hey, look at me. Never been healthier. Speaking of, by this time tomorrow,
I'll be deep sea fishing far away from here. 那麼最後来看看成果。 If you want to avoid people, the Pacific's where it's at. But you take care, okay? 各位觀眾，9分05秒。36爆頭數，這關時間緊迫，打太多頭可能就超過時間了，跑太快又會少打頭，最好是打剛好就好。但系統沒辦法即時計數，只能靠自己數了。保持平衡才是這個精英挑戰最難的地方。如果你覺得數人頭太麻煩，想放棄精英挑戰，但又想快速過關的話，這裡還有另一個方法：直升機墜落之後，直接往左邊跑，搶一台警車往道路開，一直開到能叫正義使者的地方。虽然理論上應該柏油路就能叫車了，但其實要開一段距離才能叫。一路開到發電廠這邊，然後跟着影片開到這個小土丘，車頭一定要朝上才行，對準地圖上的小藍人，噴射！不用真的撞到船才算，夠近就可以了。成功！這樣就不用打一堆敵人，還能快速過關了。當然，少賺10萬還是有點虧就是了。圍關結束之後有48分鐘 CD 時間，當然是真實時間的48分鐘。之後可以重新再從第一關開始，一樣是在大地圖的黃色 A 點接任務。那麼這個系列就攻略完畢了。想看更多類似的影片，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哦。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下次再會。